亚历山大这个仿佛蕴含着摄人心魄的巨大魔力，闪烁着光芒万丈的名字，尽管他已经死去2300多年，但人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英姿展开各种遐想。他的一生仿佛是一部宏伟的历史小说，其精彩程度堪称传世经典。当考古学家从亚历山卓这座历史古城的遗迹里挖掘出1000年前的建筑残片时，镜头一遍又一遍地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遥远的历史长河中，那个闪亮的人类璀璨明星亚历山大大帝生前。这位年轻的马其顿王子，西方世界的战神，集诗人、哲学家、发明家、军事家为一体的传奇青年，同时也被称为贪得无厌的征服者、冷酷无情的专制君主、鲁莽狂躁的暴君。无论历史学家们怎么称呼他，亚历山大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是人类智慧所望尘莫及的。在其短短32年零11个月的生命里，他的精力和才智仿佛把人类所有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打开关于亚历山大的故事。今天带来亚历山大第1集《少年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带着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亲随自我流放到伊里利亚。这个刚满20岁的青年血气方刚，逃离父亲的身边，独自求索。在陪伴他长大的小伙伴中，赫斐斯星与他成为了恋人关系，托勒密则是他的死党。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接到父亲的诏令，返回马其顿首都艾加伊，去参加妹妹的婚礼。在那个时代，王国和权阀间通过联姻来巩固政治军事联盟。回到皇宫的亚历山大受到母亲奥林匹亚斯的欢迎。奥林匹亚斯是国王腓力2世的7个妻子中的一个，是来自摩洛西亚王国的公主。腓力2世通过婚姻稳定政权，7个妻子都是周围王国的王公贵族之女，但奥林匹亚斯的地位超过其他的妻子。原因是她嫁给腓力2世后，很快就生下了具有王位继承权的儿子亚历山大，但眼前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人到中年的腓力2世忽然娶了年轻的妻子欧律狄克，这个年轻的妻子很可能再次为国王生下一个儿子，由此威胁到奥林匹亚斯和亚历山大的地位。热闹的婚礼现场，亚历山大想起年前的那一次宴会，喝得酩酊大醉的群臣中，父亲年轻妻子的亲叔叔阿塔罗斯将军忽然对亚历山大出口侮辱，声称王子是个私生子，不配得到王位。这么严重的污蔑却没有被国王阻止，反而国王对亚历山大起了杀心，这让亚历山大对父亲腓力2世失望不已，负气离开宫殿，躲到了伊里利亚闲逛了几年，用以思索自己人生的意义。盛大的婚礼现场，父子之间再有嫌隙也躲不过见面。亚历山大主动来到父亲身边问安，父亲伸出手要与儿子握手言和，可儿子却视而不见。显然这个年轻人还在耿耿于怀。父亲解释自己当时喝得大醉，很难在亲儿子和重臣之间做出抉择，而且父子之间血浓于水，没什么误会不可以解决。这时亚历山大的母亲和挚友们都紧张地盯着这场暗波涌动的父子聊天。腓力2世告诉儿子，自己正在和宿敌对抗，需要儿子的支持。亚历山大马上向父亲承诺，他会与父亲并肩战斗。父子俩和好如初。腓力2世心满意足地带着爱妻为婚礼祝词。正在这时，国王身边的贴身护卫突然抽刀刺向腓力2世，毫无防备的国王血洒当场。这一巨变让婚礼现场一片混乱。刺杀者帕萨尼亚斯是腓力2世非常信任的贴身护卫，他杀死国王的动机成为了一个世纪谜团。有猜测这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的阴谋，但这只是猜测，事实真相再也无从考证了。而这个刺杀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亚历山大。奥林匹亚斯在混乱中推了儿子一把，亚历山大似乎马上明白了母亲的用意，他的侍卫兼情人赫菲斯星马上上前查看国王。在确认国王已经毫无声息后，他取下国王的佩剑和皇冠。亚历山大宣布这都是波斯人的阴谋，然后便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王位，成为马其顿的新国王。
当时的波斯是一个巨大的王国，可谓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国，而马其顿只是一个位于现代希腊北部的弹丸小国。波斯帝国拥有约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人口约1亿5千万左右，这几乎是当时全世界一半的人口。公元前336年的中原正处于战国，波斯的领土大约是战国7雄土地总和的1倍，人口是3倍左右。由于幅员辽阔，波斯帝国把领土分割成好几个省，每个省由总督管辖，从各个省上贡的所有税收和财富全都集中于首都巴比伦，这使得巴比伦成为波斯帝国的大金库，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是文化、神学、天文、艺术的汇聚地，被誉为波斯帝国的瑰宝。国王是大流士3世，皇后是斯旦颓拉，居住在辉煌的宫殿里，掌持着整个帝国的统治。在波斯帝国的所有辖区中，埃及是最富庶的，税贡的粮食和黄金也是最多的，是大波斯帝国皇室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大流士与亚历山大在同一年登上了王位，不同的是，大流士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亚历山大只继承了一个弹丸小国。两个青年不约而同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手握权杖，思索着自己命运将何去何从。每一个新王在登上王位后的第一件事必然是肃清朝堂，亚历山大也不例外，以抓捕暗杀者共犯的借口大肆清除异己和反对者。腓力死之前，奥律狄克刚生下一个小公主欧罗巴。亚历山大登基后，母亲奥林匹亚斯终于可以拿他们泄愤了。她冲进奥律狄克的寝宫，抓起襁褓里的婴儿丢进火盆里烧死。目睹这一场景的奥律狄克绝望地含恨自杀，但他是否是自杀还是他杀已经无从考证。奥林匹亚斯告诉儿子，奥律狄克的死对权力的稳定百利无害，这一来可以彻底打消那些想利用他做文章的人的邪念。亚历山大并不赞同这样做，他警告母亲这样做对自己保住王位毫无作用。其实亚历山大对这个王位并不满意，他内心有更宏大的蓝图，他要建立一个比波斯帝国更辽阔的帝国。王位的争夺向来血腥残忍，波斯帝国的新王大流士3世之前的2任君王都是被毒死后继位的。大流士只是贵族出身，他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完全是因为娶了具有皇室血统的斯旦颓拉。亚历山大继位时，父亲腓力2世派往波斯的2个师正在进攻波斯西边的马格尼西亚。2个师长分别是帕曼纽和阿塔罗斯。奥林匹亚斯杀掉的欧律狄克正是阿塔罗斯的亲侄女。对大流士来说，这种规模的进攻只能算作小摩擦，而且阿塔罗斯侄女被杀的事儿也可以拿来善加利用。于是信心满满地安排大将军门农去解决这场战事，而且最好把这个小国一并消灭掉。此时的亚历山大还在都城忙于肃清朝政，对波斯进攻的受挫让他心焦，他需要证明自己有实力把握这个王位。看着这个雄心勃勃又焦躁不安的年轻人，母亲奥林匹亚斯把他带到了神殿。当时的宗教活动都与麻醉剂和致幻剂分不开，服用以后可以让人有种脱离肉体的感觉，在幻觉中与亡魂与祖先交流，运气好还能与神对话。亚历山大喝下母亲递来的药水，进入了幻觉中。母亲说他是希腊众神之王宙斯之子，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的孩子是英雄，这让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具有无所不能的力量以及无往不利的幸运。这一事实深深地影响着亚历山大的心理和行为。奥林匹亚斯的这个说法源于他结婚前夜的一个梦，他在梦中梦到一个响雷落到自己腹中，并从中窜出火焰。他认为这是万神之主宙斯与他的结合。波斯的国王大流士绝不会这样想，在波斯人的信仰中，所有人都是神的仆人，国王大流士也不例外。他们迷信星象，巴比伦的占星师们日复一日地观察着夜空，锲而不舍地寻找来自天上的征兆。
不仅如此，波斯人还认真分析来自自然界的征兆，关注着鸟类、昆虫、蚂蚁的行为。他们认为神会通过这些向他们的子民传达讯息。此时，手握大军站在波斯边界线上的阿塔罗斯将军非常尴尬。当他知道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年轻的亚历山大继位后，他处在非常犹豫的境地。他是腓力二世信任的左膀右臂，把侄女嫁给了腓力二世。他与亚历山大互不待见，他曾在宴席上当面指责亚历山大是私生子，导致亚历山大自我流放。而现在腓力二世和侄女都死了，波斯又不失时机地给他送来了丰厚的贿赂。他思索再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很快，亚历山大收到了来自阿塔罗斯将军的信，里面有波斯的贿赂信以及他的拒绝信。波斯承诺用马其顿的王位来换取阿塔罗斯的倒戈。阿塔罗斯想以此来表示对亚历山大的效忠，并换取亚历山大的信任。但亚历山大看完信后，毫不犹豫地下密令给与阿塔罗斯一同出征的帕曼纽将军，迅速以叛国罪处死了阿塔罗斯，果断而雷厉风行地永除后患。好的，本集就讲到这里。说一点背景故事，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23岁继位的腓力二世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马其顿王位。他登基后，利用巧妙的外交和紧急组建的军队，击败了北部的伊里利亚人的进攻，阻止了外族的入侵。然后他实施改革，把本是游牧民族的马其顿人改造成开荒定居的国民，开采了巴尔干半岛第一大的金矿，用婚姻缔结周围部落军阀的同盟关系。然后他升级军队，改良了重装步兵，训练常备军，改造了手持5.5米长矛的密集步兵方阵，称为马其顿方阵。再加上马其顿优秀的骑兵，组建成可随时远征的精锐部队，然后利用灵活的外交手段融入希腊主导的政治宗教体系。公元前5至4世纪时的希腊，大多数的城邦都已经废除王权统治，他们把拥立国王视为落后野蛮的象征。马其顿对他们来说相当于边境的蛮国，但腓力二世利用开放的心态，接纳希腊先进的哲学和文化艺术，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以及丰富的木材资源、矿产资源，能征善战的军队，在短短20多年就令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半岛首屈一指的强国。他在世时已经将野心投向庞大的波斯帝国。46岁意外身孕，但他留给儿子亚历山大一个强大的马其顿，为亚历山大的东征打下坚实的基础。好的，本期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集见。